想象一下哦，一辆有6个轮子的豪华 MPV， 6个轮子，对，或是一台专门为你家小孩设计的 AI 胶囊车，它可以自己搭那个去上学。哇，听起来是不是超像科幻电影的场景？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从你提供的资料里面一起来深入探讨的未来。而且这个未来可能比我们想的还要近很多。没错，这是我们就要来好好分析一下2025年的日本移动展。我们手上的资料蛮完整的哈，有展览的综合报道，也有 Toyota 集团他们自己的官方新闻稿。所以可以从宏观和微观2个角度来看。对，所以我们的任务不只是看看有哪些很酷的概念车，而是要试着去理解这些天马行空的设计背后，这些车厂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没错，他们对未来下了什么样的赌注？每一台概念车其实都是一份他们交出来的答卷。好，那我们就从Toyota 最大胆的一步棋开始谈起好了。他们竟然把旗下的那个 Century 车系直接独立成一个全新的超豪华品牌。是，目标超明确，就是要直接挑战劳斯莱斯跟宾利。这个野心真的很大这一步棋其实有一点历史重演的味道，对不对？哦，怎么说？这就让人想到差不多40年前 Toyota 为了挑战德国的那些豪华车，创立了 Lexus 啊，对，而且他们还成功了。没错，所以这次 Century 的独立，我觉得可以看作是他们向那个金字塔最顶端发起的第2次总攻击。而且他们是玩真的哦。我看到资料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叫 One of One。这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很厉害。意思就是交到客户手上的每一台车都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对，完全根据你的要求去打造，世界上不会有第2台一模一样的。报道里甚至有传闻说，他们一天只打算生产3辆。每天3辆，哇，这已经不是车了，这根本是艺术品等级了。对，他在创造一种极度的稀有性。我还特别注意到那个 Century Coupe Concept。有一个很妙的细节，它的驾驶座跟副驾驶座是采那种交错式的布局。对，这个设计就很聪明，它不是只有为了好看而已。没错，这样副驾驶座的乘客就有更多空间可以伸展他的脚，而且据说下车的时候那个姿态可以更从容、更优雅。我觉得这种小地方反而最能体现他们对豪华的思考有多深。你说到重点了。这个小细节其实就预示了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一个大趋势。就是说未来的豪华重点可能不再是马力多大，或是你用了多稀有的木头，而是关乎人的体验。这个体验的主体在 Lexus 那台概念车上就更明显了。那台6轮的。对，他们推出了一台有6个轮子的豪华 MPV， 叫 LS Concept。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6个轮子？看起来好奇怪哦。它看起来的确很超现实了，不过它背后的工程逻辑其实蛮合理的。根据资料，多了一组后轮就可以大幅缩小那个传统后轮轮拱侵入车厢的体积。我懂了。所以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大、更平整的车内空间。没错。这就说得通了。难怪他们把 LS 的定义从我们很熟的 luxury sedan 豪华轿车，改成了 luxury space 奢华空间，重点完全从车转移到空间上了。完全正确。你看它的内装用了很多竹制的格栅，兼顾了隐私跟光线。整台车的感觉，与其说是交通工具，与其说是一个可以移动的私人休息室，对，或是一个行动茶室，这就是对豪华的重新定义。好，所以豪华的一种未来是极致的空间体验。但显然展场上还有另一派完全不同的答案。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 Mercedes AMG 那台 Concept AMG GT XA 那台猛兽。我看到资料上的数据，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不是写错了？我想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反应，那串数字真的惊人。更让我吓到的是它的充电技术。对，那才是这台车最核心的技术展示。资料上说它的充电功率超过850 kW， 只要5分钟，5分钟就能补充400公里的续航里程。5分钟耶！这不就跟我们现在去加油站加油的时间一样了吗？这就是它所代表的另一种极端路线，用最顶尖的科技，却回应市场对电动车最大的焦虑。
充电慢。对，充电慢，它等于是在宣告电动车在性能跟能源补充的效率上都可以完全超越燃油车，一种不计代价、没有妥协的未来。这种没有妥协的路线，跟 Toyota 的策略就形成了超强烈的对比。没错，这刚好可以带到我们下一个重点，电动化的未来，但可能不是唯一的未来。Toyota 提出的那个 multi-pathway 就是多路径策略，可以说是这次车展最重要的核心思想之一了。最好的例子就是那台外形前卫到我完全认不出来的 Corolla Concept。哈哈，对，如果把 logo 遮起来，我绝对猜不到它跟 Corolla 有任何关系。这正是它的重点。它代表的不是某一种特定的动力，而是一个可以容纳所有可能性的平台。怎么说？就是说，资料上写得很清楚，这个架构底下可以开发纯电动车 BEV、插电式混合动力 PHEV、油电混合 HEV， 甚至连传统的燃油车都可以。对，连 ICE 都可以。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现在不是所有车厂都在喊着要 all in EV 吗？这个答案我们可以从 Toyota 社长的演说中找到。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说：“地球是广大的，世界是多样的，道路不同，能源的现实也不同。”哇，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甚至可以说是谦卑的观点。他承认，在全球化的市场里，并不存在一个可以适用所有人的单一完美解答。这说法很有说服力耶。而且不止 Toyota，Subaru 好像也走了类似的路。是的，他们同时展出了全电动的 Performance E-STI 跟搭载内燃机的 Performance B-STI。对 Subaru 的例子更有趣，因为这不只是市场策略，它更牵涉到那个品牌认同。品牌认同？你想想看，对很多车迷来说 ，Subaru 的核心是什么？水平对卧引擎的独特声浪，还有那个对称式全14轮驱动。没错，所以 Performance B 的出现等于是在跟老车迷们说，放心，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正是如此，它代表 Subaru 不会轻易放弃这些传统的品牌资产，但同时 Performance E 的存在也表明他们正在积极为未来布局，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平衡。说到传统，这次展场还有另一种玩法。不是坚守，而是把几十年前的经典设计，用一种很可爱、很现代的方式重新带回来。我说的就是戴哈楚那台 Midget X Concept。那台车绝对是全场的焦点之一，太讨喜了啦！它的灵感是来自1957年的经典3轮小货车 Midget， 但它不只是复古，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日本独特的小车魅力。Toyota 社长在演说中还特别提到一句话：制造小车非常困难。为什么制造小车会困难？照理说不是越小越简单吗？正好相反，这就要连接到日本独特的 K-Car， 就是轻型车文化。K-Car。对，所谓的小，不只是一种尺寸，它是一种在严苛的法规跟拥挤的现实环境下所淬炼出来的一种设计哲学。怎么说？你想想看，要在一个比 Mini Cooper 还要小的车身里面塞进所有现代汽车该有的安全配备、舒适功能，还要符合法规，这本身就是极大的挑战更不用说像他们另一台概念车 K-Open， 那是一台前置引擎后轮驱动的敞篷小跑车。哇，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实现这种布局，那个工程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原来如此。这也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极致展现。Suzuki 也有一台很可爱的小电动车 Vision E-Sky。对，那台也很可爱。资料上说它的尺寸比3门版的 Mini Cooper E 还要小，但续航力有270公里，在城市里穿梭简直是完美。所以这些小车其实也呼应了前面提到的多路径策略。他们证明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一台又大又快、续航力800公里的车，为特定的使用场景提供最恰当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一种未来。好，从豪华车、性能车，再到可爱的小车，这些我们都还能理解。但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东西，就真的开始模糊界限了。Toyota 的 Kids Mobi， 我甚至不知道该不该称它为车。这里就是整个车展最耐人寻味，也可能最引发争议的地方了。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给小孩的个人化移动胶囊。一个胶囊，有 AI 驱动，有会眨眼的 LED 大灯，专为身高130公分以下的儿童设计。最关键的是，资料上说，它不需要大人陪同。对，这就是它最颠覆的地方。而且 Toyota 的用词非常讲究，他们不只把它定义成交通工具，那是什么？是孩子们值得信任的伙伴，一个移动的伙伴。没错，车内有个 AI 助理叫 UX Friend， 会跟孩子聊天、玩游戏。Toyota 的官方说法是，这个设计的目标是支持儿童的发展，给予孩子移动的自由。而且这不是随便画的大饼。资料指出，这个专案跟 Toyota 更宏大的 AIX Robotics 资料中心计划是紧密相连的，代表他们非常认真。而且他还有个搭档，一台叫 Chibibo 的4足机器人，像个机械宠物。对，你可以想象那个未来场景，你的孩子搭着 KidsMobi 去上学，旁边还跟着一台 Chibibo 帮他背着书包爬上楼梯。哇，这画面有多么超现实？是很超现实，但也让人觉得有点安不安，对吧？这就对了，你提供的报道里也直接抛出了这个问题，你会信任它吗？对，这已经超越了技术问题，变成一个深刻的社会跟伦理问题。我们真的准备好了把一部分的育儿责任外包给 AI 吗？这挑战的是我们对于安全、独立，甚至亲子关系的根本观念。我光是想象那个画面就觉得很复杂，一方面觉得很酷，可以解放父母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又会担心说，少了跟父母或同学一起上下学的人际互动，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是好的吗？是的，这真的引发太多问题了。好，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这次深入看下来，我们发现了好几个趋势。首先，豪华的定义正在从物质跟性能转向空间和体验。体验。其次，电动化不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多路径策略成为主流，承认世界的多样性。没错。最后，移动工具的定义被彻底颠覆，甚至延伸到了儿童的个人交通，引发了更深层的社会思考。总结得很好，这次的日本移动展展示的其实不只是车，而是一个正在剧烈转型中的社会。这些五花八门的概念车是各大车厂对于未来我们要如何生活、如何移动，又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信任科技这些大哉问所提出来的不同版本的回答。在你提供的资料中，好像还有一个你觉得很有意思但比较少被提到的概念。对，在所有这些高科技的概念中 ，Toyota 其实还提到了一款叫 IMV Origin 的车。IMV Origin， 它的概念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东西的哲学反面。反面怎么说？它的概念是，这辆车在出厂的时候是未完成的。未完成。对，当它被运到像是阿非洲等地的乡村后，是由当地人亲手组装，并且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完成它。他们可能需要一台货车或是一台巴士，他们就自己动手去打造。哇 Toyota 把这个理念称之为刻意的不完成。刻意的不完成，这太有趣了。当所有的车厂都在追求更完整、更全自动的体验时，他们却反其道而行。没错，所以在我们今天聚焦在 AI 和自动驾驶这些尖端科技之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为移动方式最激进的变革，会不会不是增加更多复杂的科技，反而是有策略地减少它，将定义一辆车的权利真正交还给使用者自己？